DIY 日本1300公里的徒步计划。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走进自然看美景，深入当地的文化，参拜当地的寺院，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不能错过，因为今天我要教你如何做计划。这可都是我一点点走出来的经验，还不点赞关注？首先，你要拥有一本徒步指南。这不只是日本4国遍路的地图，也包括沿途的旅馆、便利店、休憩所等各种补给信息的标注。还有一个这样的图，提示每天路程上升下降的海拔，看图就知道你今天会不会爬山。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体能去规划每日的里程数。遍路的指南，我有手上的这本黄色的日文版，也有小开本白色封面的英文版。都可以在第一番灵山寺购买。4国遍路有自己的徒步路线，但平常的路上不一定标识都那么清楚。Google 地图其实是可以作为路上的辅助工具，但是无法替代指南的作用。其次，很多朋友都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在遍路上是怎么找到那些住宿的呀？我们在主流网站上找都看不到那些民宿。”对。确实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拥有一本指南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。沿途的旅馆都可以在这本手册上找到，但是在没有手册之前，也可以参考下面2个网站。第一个网站呢叫 hello.org， 是一个遍路信息非常非常全的英文网站，在没有拿到指南之前，是完全可以依靠这个网站去做一个基本的计划。另外一个网站呢叫 Hello House 联盟，在这个联盟里边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本地民宿，所有参加这个联盟的民宿也致力为遍路者提供服务。还有很多时候，我就是打开谷歌地图，沿着我徒步的路线一点一点的找，还有没有其他住宿的可能性。还有被问到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该提前多久去预定遍路上边的住宿？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看自己个人的情况。如果你时间并不紧，然后也希望跟着自己的节奏去徒步的话，完全可以当你今天到达一个住宿地点之后，请店家帮你去预定第2天和第3天的住宿。当然，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，知道你未来1-2天可以有哪些住宿的选择，让店家帮你去订。这样的做法可以解决日语不行，没办法用日语在电话预订的问题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日本的假期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是一整个城市1间房都没有，所以提前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，也有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一路是怎么处理自己的行李的？”我的个人经验是，能少带就少带，我基本把我的行李控制在10公斤左右，甚至包括一些拍摄的器材，否则一路上的体力消耗实在就太大了。如果是不得已，非得要带一些行李，比如说像我这一次徒步，我就必须得带上电脑，隔一段时间要去备份，有这一些器材的需求，那么我会把它整理到一个行李箱里边，提前计划好未来7天到10天的行程，把这个行李箱通过宅急便的方式寄到我下一个7天或10天后休息的那一个旅馆或者是酒店。当然，这个要提前做好准备，提前和未来要入住的酒店打好招呼，来接收你的行李。最后，如果你打定主意想像我一样，真的去徒步1300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行程，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剩下的问题就留在路上，变作你们路上的惊喜吧。